欢迎大家来到 Pony 聊天时间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麦，我是小夏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开心的话题，每个人一年都会有的特别日子。对，就是生日。哇，我超喜欢生日的，有蛋糕，有礼物，还有朋友一起庆祝。哈哈，听起来你每年都玩得很开心啊。那我们今天就一边聊天，一边教大家一些跟生日有关的中文词，好不好？好呀，那我们先从最基本的词开始吧。那生日这个词，大家可能已经学过了，生就是出生，日就是日子，所以生日就是出生的日子。对，比如我们可以说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或者祝你生日快乐。对，那祝你生日快乐是最常听到的一句话。祝这个字是希望的意思，比如我说祝你身体健康，就是希望你健康。没错，祝这个词很常用，比如新年我们会说祝你新年快乐，考试前可以说祝你好运。原来祝就是表达希望的时候用的，那我现在可以说祝大家中文进步，对不对？哈哈，完全对。小夏，你一般怎么过生日呀？我一般会跟家人一起吃饭，有时候也会和朋友去喝下午茶，吃蛋糕，比较安静舒服。我不一样，我喜欢开派对，请很多朋友来家里，一起唱歌，玩游戏，吃蛋糕，拍照片。听起来好热闹啊。那我们刚才说的派对这个词，其实有点像英文的 party， 但是在中文里我们也可以说聚会。对，就是大家一起玩的意思。那聚是聚在一起，会是见面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理解得很好。聚会可以是生日聚会、同学聚会、公司聚会。比如我说今晚我们有一个生日聚会。哦，我明白了。那我以后可以说我要去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。对，参加这个词也很有用哦。参加就是去参与一个活动，比如参加比赛、参加会议、参加派对。参加就是去做这个活动的意思。好，我记住了。那说到生日，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当然是蛋糕。哈哈，没错。那蛋糕两个字，蛋就是鸡蛋，糕是甜的，用面粉做的东西，所以蛋糕就是用鸡蛋做的甜点。那我们还会说巧克力蛋糕、草莓蛋糕、奶油蛋糕。对，那还有一样也很重要的，礼物。对，我超爱收礼物，哈哈。那礼物是什么意思？礼物就是别人送给你的东西，表示祝福或者喜欢。比如生日的时候，朋友送你一本书，就是一个礼物。哦，礼物也可以是我送给别人的吗？当然可以。送礼物是一个常用的说法，比如我送你一个生日礼物。那我也可以说我收到了一个礼物。对，收是接到的意思，收到礼物就是别人给你东西，你拿到了。那我生日那天，我收到了好多礼物。哇，好幸福呀！刚才我们说到生日会有蛋糕、礼物、聚会，不过你知道吗？在中国有一些特别的生日习俗哦。我刚才猜到了一个，是不是吃面？我听过有人说生日要吃长寿面。对对对，说得很好。长寿面就是中国人生日一定会吃的东西之一。那为什么要吃长寿面呀？长寿就是活得很久的意思，面就是面条，所以长寿面就是希望吃了以后能健康长寿。哇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那面条要特别长吗？对，不能剪断，要一整根吃下去，因为长长的面代表长长的寿命。哈哈，那我下次过生日也要吃一碗长寿面。可以啊，有时候家里人会亲手煮一碗面给你，那种感觉特别温暖。听起来好有爱哦。那除了吃面，还有别的习俗吗？有啊，现在年轻人过生日最喜欢的就是吹蜡烛和许愿。我最喜欢吹蜡烛、关灯、点蜡烛、唱生日歌，然后许一个愿望。对，那许愿就是
说出自己希望的事，比如我许愿今年能考上大学，或者我许愿明年能去旅行。哦，那许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出希望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好。许愿也可以说许个小愿望，不过记得许愿的时候要在心里说，不要太大声哦。对，我听说如果大声说出来，愿望就不灵啦。哈哈，大家都这么说的。那过生日当然还要唱生日歌啦。对，中文的生日歌大家应该都听过，就是祝你生日快乐。哈哈，和英文歌的旋律一样，不过是中文的歌词。对，其实现在很多人会唱中英文混在一起的版本。那除了说生日快乐，我们还可以说什么呢？可以说天天开心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哇，这些词听起来好有祝福的感觉。那万事如意是什么意思呀？万事就是所有的事情，如意就是顺利满意，所以万事如意的意思就是希望你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利。原来是这样。那如果是朋友，我可以说祝你生日快乐，天天开心，万事如意。非常完美，这句话可以用在任何人的生日。那要是长辈呢？比如爸爸妈妈的生日，那我们可以说祝您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长命百岁就是活得很久的意思。长命百岁听起来很有中国味。对，这是中国人最常对长辈说的生日祝福。说到长辈，我想到一个问题，小时候我过生日，奶奶会给我红包。对，在中国，很多长辈会在生日的时候给孩子红包。红包其实是装钱的小袋子，代表祝福和好运。那红包里要放多少钱呢？哈哈，这个没有一定的规定，主要是心意，不是钱的多少。原来如此，那我也可以给朋友发红包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现在很多人用微信发红包，比如朋友生日的时候发一个小红包说生日快乐，大家都很开心。对，我经常看到朋友们在群里这样发，红包虽然小，但是很有趣。对，这就是中国人表达祝福的一种方式。刚才我们聊了很多中国人过生日的习惯，比如吃长寿面、许愿、收红包。对呀，那我很好奇，外国人也会吃面吗？哈哈，好像大部分不会哦，他们更喜欢吃蛋糕、开派对。不过每个国家的生日习惯都不太一样。真的吗？那你能举几个例子吗？当然可以，比如在美国，小孩子生日的时候，家长会准备一个大大的蛋糕，然后邀请朋友来家里玩游戏、唱歌、拆礼物。听起来和我小时候挺像的。是啊，不过他们很重视惊喜，有时候家人会悄悄准备一个惊喜派对。惊喜就是让人没想到的好事情，比如你的朋友没有告诉你他们要庆祝你的生日，结果突然大家出现，唱歌送礼物，那一刻你就会说，哇，好惊喜呀！哈哈，我也好喜欢惊喜派对。那派对就是大家一起玩，对吧？对，派对就是一种聚会，通常会有食物、音乐、游戏，大家一起开心的聊天。那在亚洲国家呢？比如韩国？韩国人也很重视生日，他们会吃一种海带汤，因为海带汤有祝福、健康的意思。哇，那跟我们吃长寿面有点像，都是希望健康。对，亚洲人都很注重健康和长寿的祝福。那我们中国年轻人现在过生日有什么新的方式吗？当然有啦，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有创意，比如有的人会在 KTV 唱歌庆祝，有的人喜欢去旅行，有的人喜欢去吃一顿特别的晚餐。对，我上次生日就和朋友去 KTV， 大家唱了3个小时，嗓子都哑了。哈哈， KTV 真的是年轻人最喜欢的地方之一。KTV 就是可以唱歌、聊天、吃东西的地方。对，那有的人不喜欢热闹，就会选择安静的旅行，
或者一个人去咖啡馆喝咖啡，看看书。没错，现在很多人觉得生日不一定要有很多人，只要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就行。对，比如去看电影，去海边散步，或者给自己买一份小礼物。对啊，给自己过生日现在也很流行。像我有时候生日那天，我就会请自己吃一顿好吃的。哈哈，请自己吃饭，听起来有点有趣。不过我懂，就是奖励一下自己，对吧？对，生日是属于自己的日子，要开心最重要。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也在网上过生日，比如朋友发朋友圈或者动态，然后大家留言祝福。对，现在社交媒体特别方便，朋友们可以发照片、视频，还能在评论里写祝福。有时候朋友还会发一张搞笑的图片，比如写着生日快乐、寿星快乐，哈哈。对，寿星就是过生日的人。比如我今天过生日，你就可以说今天的寿星是小夏。哈哈，寿星这个词好可爱。所以朋友过生日时，我们可以说祝寿星生日快乐。我学到了一个新词，寿星。还有一点，现在很多朋友不在一个城市，甚至不在一个国家，那他们怎么一起庆祝生日呢？我知道，视频通话。对，比如用微信、Zoom 或者其他 APP， 大家一起视频聊天。有的人还会线上一起唱生日歌，一起切蛋糕呢。哇，真方便，即使在不同地方，也能一起庆祝。对，这就是科技带来的温暖。好有趣，我觉得过生日的方式越来越多了，不管是大派对还是一个人，都可以开心的度过。对啊，重要的不是怎么过，而是和谁一起，还有心情，是不是快乐？对呀，我觉得生日真的很有意思，不仅是吃蛋糕、收礼物，更重要的是和家人朋友一起开心。对，那我们来聊一聊送礼物的小技巧吧。小夏，你说，我平时总不知道送什么好。首先，你要考虑对方喜欢什么，比如朋友喜欢画画，就送话剧；喜欢读书，就送一本书。哦，所以要贴心一点，对方会喜欢就好。对，然后礼物不一定要贵重，重要的是心意。我们可以写一张小卡片，写上生日快乐，祝你每天开心。哇，我喜欢写小卡片，虽然小，但很温暖。没错，再来一个小技巧，送礼物的时候可以包装漂亮一点，这样会让对方感觉特别。对，漂亮的包装能让人很开心。我每次收到礼物，第一件事就是看包装，哈哈。哈哈，对，礼物和心意一起就更特别了。那今天我们最后聊一聊生日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？我觉得生日是提醒我们长大了1岁，也是庆祝生活的一天。说得很好，生日不仅是庆祝自己出生的日子，也是一个回顾过去、展望未来的机会。对，我们可以想一想过去1年学了什么，做了什么开心的事，也可以想想新的1年希望做什么。对，所以生日也是一个反思和计划的时间。那我们今天学了很多和生日有关的词汇和习惯。对，今天我们不仅学了词汇，还聊了中国和外国的生日习俗。我们学会了怎么祝福别人，怎么准备礼物，也知道了生日的意义。最重要的是，不管生日怎么过，只要开心就好。没错，所以大家不要忘了给自己和朋友过一个快乐的生日哦。好啦，今天的 Pony 聊天时间就到这里啦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生日主题，也希望大家学到新的中文词汇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可以关注我们，下次继续一起学中文。我们下次见，祝大家每天都开心，天天像过生日一样快乐。